天成为朋友，离开至挽留，从无求走到强求，没法放手。前方有太多想要去追，别回望过去，求得到所需，甘露雨水，金钻与过去。人生要至少一个壮举，跟谁的错对，城堡变废墟，风光少不免恐惧，无止境进取，我没有罪。Brian， 你在哪儿啊？你找什么？饿了啊？不是，我给你煮点麦片。不用了，不用了，是有点饿，但也吃不下。那上去睡吧。哎，睡得着我就不用下来了。哎，吃不下睡不安，这有何苦呢？那我们也有个女儿，你说万一是我们以爱……哎呀呸！是，哎，胡说八道。可不是。阿表这么漂亮，但是福薄，艾伦当她是掌上明珠。我想艾伦的心现在痛得要死，我也是爸爸，能了解这种心情。我总是把自己带入他那儿，我只是想想我的心都会很痛。要不你打个电话给许大少安慰一下他。他嫁女儿的时候我们闹得这么僵，而且还说不用给我们请帖了。现在我打电话给他，我怕他会误会，以为我们看笑话。那倒是，要不丧礼的时候我们多关心多慰问两句咯。好，也对。哎呀，你口口声声说自己也是爸爸，其实你是不是应该把那些心痛舍不得留一点给自己的孩子呢？啊，贝欧的老公死了，你有没有想过维嘉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啊？喂，维嘉知道没有啊？50亿儿媳妇的老公死了是大新闻，就算在北极也应该知道了。快打电话给维嘉，快！好。Hello， 哎，维嘉，郑妈呀。郑妈，我正好在想你，你就打给我，真好啊。油嘴滑舌的，哎，看来心情不错。不错，你打给我有什么特别事吗？我们想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要不别说了。郑爸也在你旁边，你们是不是担心我知道保安也出事了，会担心贝尔？你真的已经知道了？我看到新闻也很意外，我没事，你有机会帮我问候贝尔吧。最重要的是你没事。没事就好。你们放心吧。喂，我现在赶着去葡萄酒庄园，不说了，再打给你们。好，拜拜。大哥啊，大哥，怎么了？这次糟了，杨太太发律师信给我们，要我们1个月内把50亿还给她。怎么会这样？杨太太也打电话给我，她说 Bell 不再是杨家人了，叫我们马上把她接回来。什么？Bell，Daddy Mommy， 倒什么茶？拿回去。亲家，别这么叫我，我们已经不再是亲家。收到我律师信没有？我来就是要问你，为什么要我们在1个月内还50亿给你啊？当初我借50亿给你们，相信大家都会清楚为什么。现在贝尔已经不再是我儿媳妇儿，也不再是我杨家的人，这样你们还钱也很应该的是吧？亲家，杨太太，你怎么能这样啊 ？Brian 是 Bell 的老公，他刚走，你就马上翻脸不认人，还要赶他走 ，Bell 做错了什么啊？错就错在我相信你们。Brian 出生的时候，我请了很多高人、师傅、相士、神算给他批命，都说他福大命大，没100也有90。我儿子没有理由就这么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就是因为你们。
你们全都有份害死我儿子的。妈咪，我们你不要叫我，你这个不祥人，滚开！真过分！为什么把错的时辰八字给我？不可能！我问你，白瑶是不是在英国出生？是。为什么把香港的时辰八字给我呢？我们是香港人啊！你不用狡辩了，我在算白瑶在英国出生的时间，原来跟 Brian 的八字是相冲的。师傅解释得很清楚，我儿子是被你克死的。我杨家9代单传，我就一个儿子，我没了。杨太太，你这么对我们，对贝尔很不公平啊！我不管，事实就是这样。我怀疑你们根本是串通，把错的时辰八字给我，骗我那50亿。不是，你居然这么说话呀！我们告你诽谤啊！告啊！有本事你就告！你有钱的话，先把50亿还给我。你们许家害得我们杨家绝子绝孙，害得我没儿子送终，我要你们还钱已经便宜你们了。我恨不得你们许家的人都给我儿子陪葬。当日去律师行，白纸黑字借的，虽然没写还款日期，但是他要我们还，不能不还呐。还啊？怎么还？你告诉我怎么还？你想到怎么还了吗？哎呀，你很烦，你少说2句话行不行？我现在发牢骚也不行啊。那时候以为标嫁得好，我们可以沾他的光，不用死了。这次的确死得太不值了，给错了时辰八字啊。Amelia 也不想的。要我说，这个叫天谴。心存歪念，必招恶果。不要跟我们现在搞成这样，这就是恶果喽。你说什么？Bell 刚刚回来，他情绪还很差。拜托你别在这个时候添烦添乱了。现在不只是 Bell 一个人惨呐，1个月后我们没有50亿还给杨太太，我们也很惨的。况且我也没胡说，我们现在会这样，完全是因为你卖女儿。这个时候你怎么说这种话？唯恐天下不乱。你说我？全都要怪你呀！你那时候说杨太太一心打算帮我们许家，才会借钱给我们的。原来杨太太找你的时候，已经说明了跟你是做交易，叫你卖女儿。这2年 ，Brian 跟 Bell 相亲相爱，大家有目共睹。是，就算当初是从一场交易开始，我也是为许家好，为女儿好。我错在哪儿了？错就错在明明是一场交易，你也要答应他。当初彪嫁入杨家，记者已经说我们是后现代卖女妓了。彪明明不爱 Brian， 你非要逼他嫁，还要装得很清高、很委屈似的，还说记者没品、乱写。其实最没品的人是你呀！弄成这样，我宁愿当年死在叶老板手上算了。当然了，现在还要被人说我们是衣着光鲜的名门乞丐呀，笑我们卖女儿被人退货是名门之耻，完全是因为你呀，阿米莉亚。够了，别再说了。妈咪，你刚刚才睡，怎么又跑过来了？我睡不着，出来，然后看见 Daddy， 他说：“你在这坐了很久，没事吧？”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大家。你别管爱丽丝说什么，她嘴向来都是这样。你们别这样，你别这样才对，你应该气妈咪的。我嫁给 Brian 并没有后悔，我跟他一起很幸福。我最后悔的是他经常问我他有100分没有，我也应该早点告诉他，他超过100分。无论怎么样，妈咪要跟你说 sorry。No sorry。No。现在我有 Daddy 妈咪就行了。我们3个以后要开开心心。是，以后都要开心。不过，开心。杨太太要我们1个月内还50亿。先别想这种事，你有办法吗？没有。我去接 Bell 的时候，很担心，不知道怎么办。
到了杨家，看见女儿听着杨太太一直数落我们，我不想再听下去。我只是很想赶快去抱着女儿，跟你一起带女儿回家。钱可以还，只不过不会再有许绰行实业。但这不重要，我跟你们2个一起就够了。真的不重要吗？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到了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做生意实在是不行，但不代表我就这么完了。我看见贝奥办这个小树苗慈善基金做得很好，我很有兴趣。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一个许绰行教育基金，我以后可以专心做慈善事业。我们不再大富大贵，但是我还有能力贡献社会，我不是一无是处。不是，你当然不是了。但我要有你帮我，我才能做得好啊。还有我。当然了，其实最重要的我都有，我心满意足了。公司的清盘程序已经弄得差不多了 ，office 要尽快清空。如果有时间，我们也要回去收拾东西。你这是叫我卷铺盖啊？二少，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告诉你，许绰行实业就算没了，但是我们许家100年的人脉和关系都还在，这些都是无价之宝。当然了，我姓许，永远都不会变的。就算我现在是小强，只要死不了，我也有本事为我们许家再争光，不会永远做小强。如果你肯东山再起的话，一定行。我会继续支持你。你帮我找个地方。好的。对了，那大少呢？我大哥无心恋战了，家族的资产现在交给我管理，之后由我来掌权。喂，大脑，我手上的地呢，又不太适合给老赵再盖酱油厂，那你说，我有什么办法能帮他呢？行了，其实阿九不是骗了他的财产，我找老赵谈过，他这么生气是因为没了酱油厂之后，他们父子不想转型搞地产。他说知道跟你没关系，老赵跟他儿子拿着这么一大笔钱，会有打算了，好像说打算回澳洲再发展。总之，你不用替他们发愁。不管怎么说，总是负了一个几十年的老朋友嘛。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的公司吧。哦，上次老冯说我家昌旺在玩财技，害死小股东。喂，你查过阿九真的在做这种事？阿九已经是一个很出色的股坛狙击手了，就像最近他看中一家在粉岭家族经营的养猪场，跟老赵的 case 一样，他也是看中人家的地。就是说老冯指着我鼻子骂我是蚂蟥，真的没骂错啊。哇，如果继续让阿九这么管理，家昌旺还能要吗？名字越来越臭了。其实这个不是重点，我还想说的就是，喂，20多年老朋友，有什么你直说吧。阿九联络过我，他想高价买入我在家昌旺的股份。什么意思啊？干嘛？那你……我当然没有卖给他，不过我想告诉你，他出手不低，价钱还很好，所以我很担心，他不是只找我一个，还有，他不是带了一批人进家昌旺吗？我知道阿九不断的配股给他们，这些人手上的股份，不排除在阿九掌控之内。你意思说阿九暗中部署，想吞了家昌旺？粉岭养猪场的收购计划，你马上给我停止。我已经查过，养猪场的老板不是你的朋友，也要我停啊？我们家昌旺是做地产，不过不是你这种做法。你之前跟我们爸爸从昌旺地产开始，收购旧楼，低价购入，包装重建，高价卖出，也是一样。现在我不能这么做，有什么分别？分别就是我不会把人赶进绝路，我会让旧街坊尽量的留在园区，所以大家都是笑着卖给我，不像你呀，一到你手里，
你马上把人剥皮拆骨，全都哭着走。爸爸教的，做生意你好我好大家好，我一直都记得，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做人做事，要大家 win 双赢，这样才是最好的嘛。你用财技把旧式企业收购回来，赶走本来的传统产业，只要别人的地来发展，你这样是不行的。就算我不动手，像这种传统产业也会自然淘汰的。那你就等它自然淘汰吗？为什么你要出手去打死他们呢？到了今时今日，既然它还能留下来，就是它还有生存的空间，还有价值。你为了他们那块地，为了眼前的利益，是你替公司赚了很多钱，但钱不是这么赚的。你不要这个样子了，大姐不是装清高啊，我不是站在道德高地批评你，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做什么都只看着钱，发财立品呐。这段时间呢，你一直冲，我怕你冲昏了头脑。你听话嘛，停一停，想一想，你想想你是不是真的要这么做，好不好？姐，我每走一步都想得很清楚，我不觉得有问题。我真不知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现在这样。不好意思，林先生，火姐。什么事？大黄先生要召开紧急会议，想请2位去会议室。好。Karen， 你先出去，这里暂时不需要你。知道。不用 Karen 做会议记录吗？现在我暂时当是我们的家庭会议，如果当是公司正式会议，我怕我火来了会赶人走。这个会好像跟我有关，批斗大会啊。阿正，你是不是打算叫阿九暂停粉岭养猪场的计划呢？如果是的话，我跟他说了，他会停的。他答应你这么好，那你再叫他别在外面暗中收购我们家昌旺的股份了。啊？你不是在做这种事情吧？我也觉得奇怪，你不断配股给你的班底，看来是早有预谋了。说啊，你是不是想做家昌旺的大股东？赞先生。阿九，你不用解释，我已经查得一清二楚。我只要你现在答应我，马上收手，我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那我不能答应你。现在公司呢，就像一辆高速列车，又快又顺。我开得这么快，没问题的。但是你现在硬要我急刹车，这样会车毁人亡的。姐夫，我们是坐在同一辆高速列车，我不会害大家的，只会大家一起得益。说的真动听啊！你在外边一点点收回来的股份，到时候真的比我们多。你敢说你不会来个大转弯，把我们甩下车？我们当初真笨呢，什么杯酒释职权，以为把权给你，你就会好好发挥，搞好公司。结果好在你自己那里，你当我们不存在？你们要这么看呢，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不会停的。既然你这么说，我就不能让你留下。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我们家昌旺的 CEO。我马上去出一份通告，行政总裁林成峰离职，及时生效。我也不会走的。你凭什么不走？现在已经从家庭会议变成公司会议了，还是公司持股量最多的几个人的闭门会议。你没理由不会算的，你斗不过我们的。那，你的股份最多就1杯奶茶，再加上你在台面下到处收回来的股份，再多1杯吧。但是要记得，大哥跟大嫂，我跟我姐，以爱为家。很明显了，我们的股份比你多，决策权始终在我们这儿。就是说，我们要你 out， 你就要 out。你们弄错了，维嘉去葡萄牙之前呢，把他的股份给我了，他那份应该在我这里，加上维嘉那份，我股份比你们多，所以公司的决策权在我这里，我才是家昌旺最大的股东。维嘉，公司没了，你要马上回香港。我想只是有点误会，九哥不是这样的人。我也是这么想，回去了解清楚，应该没事。是啊，没事的。OK 呀，哇！
舅舅，很久没见。怎么，一下飞机家都不回就来找我？不用吧？郑爸郑妈叫我回来，也是想我跟你了解一下发生什么事嘛。我想有个答案再回家。也对。其实我也不太明白，做出这种事，不是你的作风。你都没见过我认真做事的样子，你怎么知道我的作风啊？认真做事已经不是你的作风，我记得的，我问过你。舅舅，做人呢，到底是为了什么？做人当然求开心了，游戏时游戏，工作时游戏，人生就是一场游戏而已。但我觉得你现在不像玩游戏。你不明白。如果你只说一句我们不明白，我们只会继续误会下去。你知道我刚才跟他们说，我直接过来找你，他们马上打电话给我，叫我小心，小心，小心。说3次，真的很重要。他们还说了一些事，我听了也觉得很有趣。说来听听。他们说想起来，从我去葡萄牙开始，你已经基因突变，哼，处心积虑要我离开香港，骗我的股份，目的是想吞了家常旺。基因突变，那这句很有趣啊。喂，你那时候失恋大过天，正好呢，我又想玩其他游戏。家昌旺就是我打算玩新游戏的最好起点。你离开香港去葡萄牙，的确是方便了我。那不过，我不认为我是处心积虑啊，最多就是顺水推舟。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现在玩的什么游戏？你不是问我什么时候能赢？哎，我有几个大计划，需要一点时间，3几年了。到时候我会另起炉灶，把家昌旺还给你们。我保证，在我掌管家昌旺期间，你们所得的只会有多，不会少。你替他们赚多少钱都没有用的。现在他们是不认同你管理家昌旺做事的手段。我就是不想被那些无谓的道德枷锁束手束脚啊！喂，况且你们又不能左右我，我是家昌旺的大股东，就算你回来了，也不会改变。那天在 YY8，你叫我签那份股份代理协议书，说了只是帮我代理，我现在要拿回我的股份。我不是跟你说了，就算你回来也不会改变，你不能拿回来，因为你的股份已经转到我名下了。那只能法庭见。这一份股份代理协议书最巧妙的地方呢，就在第2部分，里面有一项股份买卖的条款，说了维嘉把持有家昌旺所有的股权，以110%转售给阿九。我一直以为舅舅只是在我不在香港期间做我的股份代理人，因为这条买卖条款注明了，在协议书生效开始起1年之后才可以行使。所以，当你签字的时候，阿九的确只是你股份的代理人，但是1年之后，你的股份就自动归阿九所有。舅舅真的没跟你提过协议书上这条买卖条款？在我签了协议书之后，一直是舅舅保管。我现在说要打官司，他才主动拿给我，我才知道有这条条款。我那时候真的很笨。你不是笨，是太信任你的坏舅舅。其实他不坏。我昨天查了我在香港银行的账户，多了很多钱。舅舅给我的钱，比在协议书上列明的钱多得多。其实我赚了。赚什么呀？家昌旺都没有了，就说那个阿九，没这么简单。其实我说他早就已经机关算尽才对呀，他2年前已经基因突变了。那退维嘉走，然后哄我们让他做 CEO 的位子，阿九是早有预谋了。就是，这是火都来了。阿九这么做，简直就是欺诈。我们报警。大诺，如果以民事诉讼证明维嘉所签的协议书是无效的，维嘉能不能拿回股份呢？可以。阿正啊，为了不要影响公司，要不就大事化小。我明白，那就民事诉讼。我的目的就是要帮维嘉拿回所有股份，把阿九踢出董事局。好，我在这儿事先声明，因为我持有家昌旺的股份，我不想因为我利益冲突影响了官司，所以我会在我律师行另外找一位律师帮你们。
舅舅一定会料到我们这么做了。那我们的胜算大不大？你别因为阿九是我弟弟就有什么顾忌，你这次一定要想办法帮韦家。明白。这份协议书呢，确实是涉嫌有事实的陈述，而且运用了不当的影响。但是我们的证据不多，没有胜算的把握。就算只有1%的机会，我也要打。我的韦家不能这么被人欺负。是。林先生，加昌旺放在我们私下投资的公司运转那笔钱，是时候要拿回来了。不过看现在这种情况，你认为现在打官司，虽然我很有信心会赢，但只要有1%的可能会输，我也不想拼。这么大一笔钱放在自己那儿比较好，有什么事还有钱可以用。明白，那笔钱先不拿回来了，我出去了。哎 ，Sonia。Morris。喂，来得好。跟 Morris 这么多话，看来又想要一个3分钟问问题时间啊。那我问题天天都多的，但是如果就3分钟的话，我会问第2个问题。你真的要闹得跟韦家对簿公堂？你先把问题弄清楚。你应该去问韦家，是他要打官司。他为什么要告你呢？你真的骗了 Kyle 的股份？首先，是他们入禀说这份协议书无效，但是我有足够证据证明 Kyle 是在完全理解的情况之下去接受这份协议书的，所以骗股份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而且，他的股份给了我之后，他得到的钱只多不少。其实明天上庭我也是说这些话，我没必要再跟你说一次，我不用彩排啊。那万一你真的输了，证明协议书真的有问题，等于证明你存心骗 Kyle， 你有机会会被刑事检控的。我是不会输的。到了法庭就不由你决定了。他们不理解我，要闹上法庭，喂，我也很无奈。但无论如何，我也要继续走我想走的路。我很肯定，我从来没想过要害他们，还会给他们更多的利益。我自问做得很好了。喂，还有，我做到我想做的事之后，我会把加昌旺还给他们，我会走的。我没听你说过。现在听到了。到时候我会开家公司，我要你过来帮我。虽然我在你眼睛里看见2个大问号，不过呢，时间到，吃面。哎。大昌王，这次一家人对簿公堂，有什么想说的？对不起，没话说。侯姐，这场生就对战，你站在你儿子那边，是不是代表你跟你弟弟的姐弟情破裂呢？我没话说。我有话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没人性没良心，彻头彻尾的叛徒。阿九啊，吃屎狗还差不多。我肯定，我做的事是合法、合情、合理的。我一定会拿回本来属于我的东西。侯维嘉先生，你怎么理解你的舅舅林成峰先生要你签署这份股份代理协议书呢？那时候我很快就要离开香港去葡萄牙，会在那边住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是加昌旺集团的副行政总裁，但是基本上我的工作已经由我舅舅接管。那晚他叫我签这份协议书，是以防公司出现了问题，方便他全权处理。我很信任我舅舅，我从小跟着他，很听他话，他教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影响了我很多。他不只是我舅舅，还是我的偶像。但是没想到在这份股份代理协议书里，竟然有一项转售股份的条款。但是根据我当事人林成峰先生的证供，他当时很想跟你详细讲解这份协议书的内容，只不过你跟他说了一句不用，我信得过你，是不是？那时候我的确很信任我舅舅。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就行。是。根据你工作的网记，比如非常受欢迎的家家送外卖服务是你一手创办的，另外你还组织了公司的义工队，亲身参与四川赈灾，还推动了加昌旺集团成为香港良心企业的典范。从以上种种可以看得出，其实黄维嘉先生你自己本身有非常强的自主能力。你说你舅舅林成峰先生对你有很大影响，看来事实并不是这样。吴志坚先生，你的职业是 YY8的酒保。是。他要在去葡萄牙之前，几乎每晚都上来，还喝得很多，跟以前不一样。
醉得睡在酒吧，甚至试过醉得在酒吧摔倒受伤，然后要他父母来接他。请你说说黄维佳先生在签署协议书那晚，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是喝得很醉呢，还是清醒的？他是清醒。我知道他要去葡萄牙，所以我请他喝了一杯。我告诉他酒很呛，他跟我说他后天才飞，还说能继续喝。我还记得他们走的时候，凯奥还叫林先生跟他再喝一桩，所以以我的理解，他当时是清醒的。林承风先生，为什么当初你会主动提出要黄维佳先生签署这一份股份代理协议书呢？维佳当时面对感情问题很不开心，他喜欢的人要结婚，而那位女士又曾经在我们公司工作过，所以她不想回公司，不想触景伤情，甚至还主动提出不想留在香港，要离开。她在离开香港之前的几个月已经是这样了，你们可以翻查她的出勤记录，就能知道我很体谅她。我觉得她离开香港对她也好。当时我已经在公司同意情况之下带她做副行政总裁的工作，但是我担心她就这么走了，会影响到公司的营运和利益，所以才考虑要维佳签一份股份代理协议书。当你要求黄维佳先生他签署这份协议书的时候，他有没有异议？没有，一口同意，连看都没看就要签。是我叫住他，让我跟他解释清楚内容再签，但是他说他很信任我，不用，就这么签了。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在股份代理协议书的第2部分有一项股份买卖条款呢？因为维佳跟我说过，他会离开香港一段很长的时间，甚至有可能会不回来。我考虑到公司长远的利益，我觉得有必要订立一条股份买卖的条款。我也有考虑到维佳他可能因为失恋会很乱，我不想他贸然做错决定，所以以1年为期，代管理他的股份。在这1年的冷静期里，他可以随时取消这份协议，拿回他的股份。但他没这么做，所以我以为他愿意放弃香港的一切，包括在加昌旺的股份。我们现在一直在挨打，就算到了结案陈词，也应该不会有什么转机了吧？火姐说过，就算有1%的机会也要打，不能放弃。要不你告诉我，我还能做什么？那打个比方，就像黄先生冲奶茶，快量正是一定的，不过难免也有失手的时候。但是客人只是看到奶茶放在他面前的样子，是不是干干净净、颜色正宗？如果是的，可能已经满足了。至于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客人不会知道。所以说，观感是很重要的。我不懂你的意思。我意思是说，一场官司，法官怎么看，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想在结案陈词的时候，感动法官？是由你去感动法官，就让我来结案陈词。只要你说 ，Kenny， 很不行，你要炒了他，但是突然间你找不到另一个律师，所以你就可以亲自结案陈词。那我要说什么？说你的爱情故事，用你的真心，说出你失恋有多痛苦，有多混乱，而你最信任的舅舅就趁虚而入，骗你签了这份协议书。行吗？这个行字我真的不敢说，只不过这个是目前我唯一能够想到帮助你的方法。黄先生，艾伦，这么早就来了？我今天第一次来开会，当然要早一点啦。刚才我无聊在这里转，就觉得那这里这个位子空着，如果在这里弄张桌子，让大家冲冲奶茶，喜欢喝咖啡就喝咖啡，你说多好啊！我正有这个打算，心有灵犀呀！我真要谢谢你注资到我们的慈善基金呢。艾伦，其实我真的很开心，你打电话给我，叫我一起参与。之前发生那么多不愉快的事，黄先生你还这么大方支持我们，真要谢谢你。艾伦，其实我们2个人的缘分呢，真是很奇妙。你是我恩公，后来有机会一起合作，结果又合作不成，又要分开，离离合合。但我相信你跟我一样，在心里都是这么想。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再见亦是朋友。最近呢，联络的少了，疏远了。
谁知道突然间有个机会，又能一起合作做善事，所以真是事事如棋，局局新。不到盖棺定论呢，都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是。哎，刚才我看到你们的照片，喂，你跟阿表拍的，你看，很精神啊，气色很好啊。我看见贝奥开心，我就开心，而且现在做的事有意义又轻松的多了。回想起以前执着守着曾祖父的招牌，弄得自己这么辛苦，过去的事就别想了，想得多烦恼多。我知道你应该在烦官司的事，我还想说等你官司结束了再来帮忙。不用，其实我来这里呢，透透气更好。一家人闹成这样，我也替你难过。我当然希望官司赢，不过我也不能想这么多啊。你这么支持我们，我跟贝尔也会到法庭支持你跟凯尔的。谢谢你。哎呀，黄先生，欢迎欢迎啊！于老先生，很久没见了。哎呀，你还是这么精神啊！你也很精神啊！是吗？是啊，官司怎么样 ？OK 吗 ？OK。哦，谢谢关心。好了。刚才我正在跟艾伦说，我还没说完。就算我官司输了，就算我不再是家昌旺的决策人，我仍然支持你们。我用个人的名义出钱出力支持你们。谢谢，善有善报，黄先生你放心，你的官司没事的。谢谢。哎，就算有事能有多大事啊？是。有些人吃完这顿下顿还没着落呢。是。哎，我不会再继续这么自找烦恼了。有容乃大，无欲则刚。黄先生，你果然是胸怀宽广的人。哎，不敢当。阿表，不在公司，不用再叫黄先生了。Uncle。那凯尔他还 OK 吗？郑怡在他那边，他 OK 的。对了，他托我问你开完会有没有时间，他想找你，有些事要你帮忙啊。好，我有时间。贝尔。嗨。你好吗？Brian 的事，我也觉得很意外。当时我也很震惊，完全不能接受。但后来我想通了，我信这个世界有 destiny， 所有事都安排好了。所以你也别太担心你的官司，尽力做好所有事，只能相信冥冥中的安排。所以我一定会努力到最后。之后上庭我会说一些关于你的事，我想提前告诉你。希望你别介意。你知不知道刚才 Uncle 说你有事要找我？我走过来的时候很紧张，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要紧张。我早就已经放下所有事了，直到你叫我，我看见你，我们过了这么久，终于又再见面了，竟然完全不紧张，而且感觉还很舒服，就像在见老朋友一样，还很开心呢，是吧？是。我也这么想。所以我想说。我不会介意，你一定很需要才会决定在法庭说我的事，希望能帮你。Muito obrigado。不用谢我。Good luck。基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份协议书绝对是在公平、公开、公正，而且在双方同意情况下签署。所以我恳请法官阁下裁定这份股份代理协议书是合法而且有效。谢谢法官阁下。由于原告人辞去他的代表律师，结案陈词将由原告人亲自进行。原告人。谢谢法官阁下。法官阁下，我重申，我的确是在情绪很不稳定、精神状态很差的情况之下，签了一份不公平的协议书。可能很多人会说，失恋而已，你这么大的人，一次感情创伤，有这么伤心，有这么脆弱吗？而且还是一段没真正开始的感情。虽然我说这段感情没有真正开始，但其实在我心里，在很早很早之前已经开始了。早到我跟这个女生只有几岁的时候，有一年我跟着我家人去她家拜年，在这个女生家里，
我被琴声吸引了。我听着琴声到了一间琴室，我看见这个女生在弹竖琴，这个画面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我知道从那时候开始，我已经喜欢她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没再见过这个女生，我以为那时候的感觉，只是一个几岁的小朋友一些幼稚的想法，但原来不是。这个女生在外国读完大学回到香港之后，我再见到她，原来我对她的爱完全没变。之后我向她表白，但她拒绝了我。之后我很努力地接受我们只是同事，只是好朋友的关系。直到我们一起做义工，去四川赈灾，我们经历了生死。我发现，原来我不能没有她。我也感觉到这个曾经拒绝过我的女生，开始慢慢地接受我。我们从四川回到香港之后，我们相约去看音乐剧。我很肯定，如果那次我们见面了，我们就已经开始了。谁知道偏偏在这个时候，这个女生家里出事了，她选择嫁给另一个人。我在希望过、失望过，又再有希望的时候，我觉得老天又在耍我，我接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法官阁下，我跟你这么说是因为我想你明白我当时有多痛苦，有多失落。我当时真的很乱，我不想去面对。我想尽快离开香港这个伤心地，我想一走了之，什么都不管。当时舅舅跟我说他能安排我去葡萄牙，我想都不想就说好，所以他叫我签这份协议书，我还是想都不想去签，因为我觉得只要我签了，就可以把所有工作交给我舅舅，我可以不负责任的走。舅舅在我感情受伤，在我最失意的时候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关怀，我很感激他。但原来他处心积虑利用我对他的信任，利用我当时精神混乱以及受到大量酒精影响的情况之下，让我签了一份极不公平的协议书。我对这个舅舅非常失望，所以我恳请法官阁下可以裁定这份股份代理协议书无效。